我是瓜皮儿，绿箭侠第一季前情提要。黑剑的出现让奥利弗原本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变了质，而马尔科姆就是黑剑的秘密如同老王八测岁数，是无人知晓啊。西亚一度认为老妈跟马尔科姆有猫腻儿，还因为此事服下市面新型毒品迷魂，之后被警方抓捕。当哥哥四处找人盘问迷魂的卖家，最终用暴力得到一个名字伯爵，不能纵容这种人为非作歹。迪哥让奥利弗把这事儿放一放，先陪妹子去参加听证会。奥利弗紧紧拉着西亚，横穿记者的包围圈。迷魂对星城的影响巨大，像瘟疫一样席卷男女老少。事发当天，西亚刚满18岁，法官依旧认为他应该接受刑罚，以奎因家族大小姐的身份警惕所有人，接触迷魂前三思而后行。申辩被驳回之后，西亚的心情跌到了低谷，加上老妈疑似出轨的事，他打算破罐子破摔。奥利弗安慰了老妈几句，立马奔向了警局，发现缉毒队队长麦肯纳是自己前任分之一，这事儿就好办多了。奥利弗希望他能帮忙抓住毒贩，给西亚分担一下媒体的舆论。然而这事儿并不好办。奥利弗把伯爵的线索拐着弯的告诉了麦肯纳，这些缉毒队当然早就知道了，想赶在下次庭审前抓住伯爵几乎不可能。不过麦肯纳为人正直，答应会尽全力帮助奥利弗，还留给了奥利弗一份警方的有力证据。为了西亚，奥利弗四处求人，他又找上罗罗，希望能在昆汀那边得到点帮助。关键时刻，前女友们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罗罗又是威胁又是恳求，希望昆汀能放下过去的恩怨，帮一把奎因家族。西亚让昆汀想起了自己的闺女，心一软，找了找关系，拖住法庭。而伯爵这边再次犯案，一个男人泄露了他的踪迹，利用迷魂的强烈药效让男人产生幻觉，最终吞枪自毙。隔天，奥利弗这边拉着迪哥重返当地兄弟会据点，投了一大笔资金收购迷魂，让兄弟会的人帮自己约见下伯爵。伯爵的犯罪证据就当是见面礼了。当然，兄弟会答应了奥利弗，条件是奥利弗也得帮他们一个忙。兄弟会的人都质疑奥利弗的地位，对于阿纳托利的夸赞也存有一丝怀疑。他们希望奥利弗能手刃了一个犯错的小弟，解决到他之后立马联系伯爵见面。伪装杀人这方面，奥利弗贼擅长，一波假死瞒天过海。没几天，奥利弗就见到了伯爵。之所以他叫伯爵，是因为每次他干掉的人脖子上都会有注射的痕迹，犹如吸血鬼伯爵的咬痕。奥利弗谎称自己开夜店，需要给客人提神醒脑。交易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，拉尔多的警铃声突然逼近，奥利弗提前匿名透露了风声。昆汀带队包围了双方，奥利弗趁机追逃跑的伯爵，岂料对方一招回手掏，满满半罐迷魂被注入奥利弗体内。迪哥马不停蹄地把他背回地堡，药量之大让奥利弗很快陷入幻觉，逐渐失控痉挛。迪哥二话不说鼓捣了一碗摇肥草药，猛灌进奥利弗的嘴里。再次醒来后，奥利弗感到一种宿醉的感觉，痛苦的鸦屁啊！虽然行动失败了，但他们拿到了袭击奥利弗的样本，得赶紧找人分析一下成分。奥利弗拖着昏沉的大脑跑回家陪妹妹，结果这坏消息再次传来。昨天警方在行动中有人看到奥利弗在现场，这一下兄妹俩都陷入了困境。奥利弗只能说自己是去调查伯爵的，希望能帮缉毒队多抓一点线索，还特别声明自己花了一大笔钱，可他却隐瞒了伯爵的模样。麦肯纳和昆汀也不想纠缠奥利弗，只是希望他别瞎搞。轰走了警方，又被老妈一顿数落。妹子现在还处于极端模式，奥利弗两头不是人。西亚想通过自暴自弃报复老妈疑似出轨，奥利弗就告诉了妹子一个秘密：你老妈没有背叛任何人，她心中神圣的老爸也并不干净。西亚知道了罗伯特过去的肮脏真相，虽然很生气，但还是原谅了老妈。莫伊拉一直想守护罗伯特在孩子心里的形象，随着真相的浮出，母女俩才重归于好。奥利弗欣慰地转身离开，没走出多远，迷魂的药效突然上头，一阵头晕目眩倒在地上。奥利弗赶紧告诉迪哥，快扶朕起来。顶着巨大的晕劲儿找到了费利西蒂，从10万个瞎话里随便拿出来一个，让他帮忙检验一下迷魂的成分。费利西蒂像看傻子一样听着奥利弗一通乱编，还是选择不戳穿，老老实实去执行工作。迷魂的祖宗18代都被费利西蒂验了出来，最终锁定了一家荒废3年之久的少管所。虽然迷魂的后劲儿还没有消退，奥利弗还是选择让兜帽男出场前去看看。迪哥也很干脆，让他用弓箭射中自己脑袋边上的网球，成功就放他去。以奥利弗现在的状况，根本无法集中精力，识趣地放弃了弓箭，要来一波近战。就这样，兜帽男没带弓箭，赤手空拳，一拳一脚印地闯进了少管所。
对付这群小喽啰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同时，昆汀和麦肯纳再次带队赶来，奥利弗则冲到伯爵面前，利用回流身法把剩余的半管子迷魂注入伯爵体内。还没来得及下杀手，就被警方包围，只能选择交出伯爵，自己开溜。一切完事之后，奥利弗带着妹子约罗罗见面，让他们聊一下申辩细节。说着就接起了麦肯纳的电话。麦肯纳表示，伯爵已经被逮捕，制毒工厂被一举捣毁，只不过伯爵因为药效太强大，精神变得混乱，再出来他也是个精神病了。忙着见完了2个前任，奥利弗又约费利西蒂见了个面。费利西蒂开门见山：“你的10万个瞎话蒙不了我，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。”费利西蒂掏出了沃特失踪前交给他的笔记本，看见名单之后，奥利弗假装自己从未见过。得知来自沃特之手，原主人是莫伊拉后，奥利弗迟疑了。难道老妈是组织里的人？和迪哥商量了半天也没个结果。奥利弗回家直截了当地问了问老妈，上面的人都是曾有求于罗伯特的人，基本上都是恶人。莫伊拉别的也没说，只告诉儿子自己并不知情，也希望他不要再调查这份名单，千万不要步沃特的后尘。说完，一把火烧了笔记。事情发生的过于蹊跷，迪哥怀疑莫伊拉在刻意隐瞒什么，奥利弗自然是立场偏心，更相信老妈。另一边，劳热带着西亚履行社区服务，刚回律所就听说有名罪犯被释放了，因为没有证据定罪，凡奇今早被无罪释放。这个贩卖人口、敲诈勒索还兼职运输毒品的人，怎么可能无罪？劳热当即联系了兜帽男，希望他能帮忙。可他们不知道，电话早就被昆汀的人窃听了。兜帽男夜闯凡奇的豪宅，悄摸设了一支监听键，暗中听着所有的对话。总而言之，凡奇刚出狱，他必须要搞大点动静，巩固自己的地位。而兜帽男是最佳的目标。兜帽男让劳热出来见一面，地点被昆汀得知后，选择带队围剿。劳热得到当时的所有录音，可没有多说，警方突然出现。为了避免战斗，奥利弗只能佯装挟持了劳热，趁机跃下楼顶。昆汀立马追上去，差点给腿蹲折了。好不容易逼近距离，他被一拳揍晕。劳热直接切换暴躁模式，窃听这个操作太卑鄙了，你居然把你亲生女儿当诱饵。父女俩大吵一架，劳热把手机还给了昆汀。迪哥发现了问题的关键，一旦事情涉及到奥利弗身边的人，他就会偏心。迪哥告诉他，第一，绝不能意气用事；第二，绝不漏判任何一件坏事；第三，迪哥队长前来觐见。为了防止你偏心，这几天我要当你老妈的专职司机，暗中调查他到底是不是清白的，而你小子掂量着办吧。劳热这边把事都告诉了汤米，想让他评评理。结果汤米一听说女朋友暗中和兜帽男联系，当即转身离开，留下一个寂寞的背影。找好兄弟奥利弗谈谈心，奥利弗直接影帝附体，扮演起了知心大哥。而这一系列的小道消息都传到了凡奇的耳里。看来想吸引兜帽男，得先活捉那名女律师。加上劳热吵架独自在家，当晚就被凡奇活捉。被开导完的汤米想去求和，一进门就发现房间乱七八糟的，墙上插着一支窃听键，吓得汤米直接报了警。昆汀得知后，血压噌的一下就上去了，但他还是冷静地思考了一下，凡奇是怎么知道小道消息的？难道警局有内鬼？这件事儿他不能相信警方，只能求助于兜帽男。另一边，迪哥送莫伊拉去了一家公司，自己悄摸溜到隔壁偷听对话。莫伊拉正在和马尔科姆商讨组织里的任务，期间谈到了金牌奎因号沉船是因为组织做了手脚。这些对话被迪哥全程录音下来，也不多说话，直接放给奥利弗听。奥利弗听完，血压噌的一下就上去了，自己和父亲被谋害，老妈居然知情不报。正生着气呢，接了昆汀的电话，又一听说劳热被绑架，奥利弗血压滋一下就回归正常。俩人见面商量了一下营救计划，这件事儿关乎于劳热的性命。昆汀现在信任的只有兜帽男。这会儿劳热正被凡奇绑在豪宅里，外面保安一层又一层，结果一个个都被弓箭射杀，连对方的人影都没看见，就被射穿了心脏。这些事儿凡奇当然不知道，还觉得自己的陷阱世界第一稳健。冲进室内后，奥利弗差点被身后的追兵干掉，幸亏昆汀也一同赶到。看到女儿，瞬间昆汀就起了杀心，若不是兜帽男拦了下来，昆汀的后半生都得在监狱里待着了。冷静了一下，选择将其逮捕。凡奇甚至都没有保持沉默的机会，就被揍晕了。女儿平安被救出来后，并没有原谅父亲，还是选择暂时跟昆汀保持距离。劳热知道父亲是为自己好，但自己也需要一段时间消化。走出警局就被兜帽男截住。劳热一直扒拉着脸，想要看清兜帽男的容貌，可黑夜就是奥利弗的面纱。当然，奥利弗希望他别再联系自己，否则劳热还会遇到生命危险。告别之后，兜帽男转头就消失了。这一整天的监听风云，奥利弗受够了，劳热差点丧命。
老妈还效忠组织，仅凭一段录音根本没办法知道事情真相，只能让多摩南亲自审问莫伊拉。毕生台词虽然已经祭出，可在老妈面前并无卵用。莫伊拉拿出儿女的照片，恳求多摩尔南放过自己，自己的孩子已经没了父亲，不能再没了自己。奥利弗瞬间心软，放下弓箭的瞬间，莫伊拉出于自保连开数枪。虽然枪法是人体瞄边，但玄学还是让他击中了奥利弗。挺着枪伤，奥利弗跑不了多远，正赶上费利西蒂下班，他一头钻进了汽车后座，摘下兜帽，让他联系迪哥。子弹射中了心脏附近，费利西蒂也不管3七21就开始急救，可他擅长用键盘，不擅长动刀子。迪哥有一些军队急救经验，一边给奥利弗取子弹，一边安抚惊慌的费利西蒂。取出子弹，缝好伤口，奥利弗的心率才慢慢稳定下来。趁这点时间，费利西蒂赶紧消化了一下这些事儿，幸好他早有心理准备。从奥利弗第一次给他满是弹孔的电脑之后，他心里就有点怀疑，现在也算是坐实自己的猜想，顺便调侃了一下他们的编瞎话的技术，就一个字儿，捞的一匹啊！这些行动虽然都是他们哥俩以身犯险，但没有费利西蒂这个人形情报员的帮助，也不可能完成。突然，奥利弗开始抽搐，心电图一度变成了直线，除颤仪还因为短路无法启动。费利西蒂瞬间妙手回春，一顿电疗后，奥利弗才逐渐恢复心跳。别说奥利弗了，这俩人都快吓出心脏病了。迪哥也是第一次这么担心奥利弗，一刻也不敢疏忽。费利西蒂则摆弄起了奥利弗的装备，但他心中也在默默祈祷奥利弗赶快醒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奥利弗终于睁开了眼睛，这次可真是黄泉路上逮下货，差点嗝屁。他在昏迷期间，费利西蒂给他们重装了系统，让他们的电脑开机就能打败全国99%的用户。直到这一刻，哥俩才意识到团队有个黑客是多么的幸福。自此，费利西蒂也算是间接入伙了绿箭团队。他们第一件事就是准备找到沃特，查出莫伊拉背后的组织到底是什么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